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中国放松对富裕地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限制，缓解电网拥塞可能阻碍其创纪录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步伐的担忧。政府还出台其他几项政策，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接下来这条，丰田4月全球销量和产量同比下降，原因是中国激烈价格战和日本因部分车型停产和小汽车部门安全测试丑闻导致产量下降。让我们关注，电信公司计划通过回收旧铜缆获取巨额收入。随着光纤电缆的普及，预计未来10年电信公司可回收多达80万吨铜，价值超过70亿美元。铜是电动汽车电池、风力涡轮机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关键部件，预计到2040年需求将增长50%以上。下一条，亚马逊通过 Prime 服务强化外卖福利，扩大与 Grubhub 的业务合作，加强其产品，以应对商家和零售商对订阅收入和捆绑服务的日益竞争。让我们关注 Abercrombie 与 Fitch 业绩强劲。首席执行官霍罗维茨将在女装婚纱业务成功后推出男装西装，并将加大门店扩张和国际市场增长力度。下面这条，埃隆·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前，在摩根士丹利银行家的帮助下秘密购买了大量推特股票，以避免市场注意。一位股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操作压低了股票价格。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中。接下来，谷歌计划在马来西亚投资20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立第一个数据中心和一个 Google Cloud 中心。这是美国科技巨头在该东南亚国家的最新投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伊布拉辛对谷歌的投资表示欢迎，称这是对马来西亚治理和经济的信心。下面这条，英伟达财报表现好于预期，股价飙升近20%。然而，市场并未随之普遍上涨，标普500指数已下跌超过0.5%。分析师认为，这表明英伟达不再像以前一样主导市场，可能预示着市场回调。让我们关注美股期货下跌，因美债收益率逼近今年最高点，引发对紧缩货币政策的担忧。本周全球股市将迎来4月中旬以来最糟糕的一周，因市场逐渐意识到，在通胀依然顽固的情况下，美联储不太可能很快降息。接下来，亿万富豪纷纷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助力其缩小与拜登总统的筹款差距，并令其重拾竞选白宫的势头。接下来，美国大银行可能会因为提供给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信贷额度和定期贷款，而比监管机构预估的更容易受到商业地产的影响。下一条，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为争取560亿美元薪酬提案的支持，向股东提供特斯拉超级工厂参观机会，以在6月13日的关键投票前拉拢选票。但此举凸显了围绕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持续争论。马斯克威胁称，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投票权来掌控公司决策，他将把主要 AI 举措移出公司。但自今年早些时候发出该威胁以来，他已全力投入特斯拉的 AI 战略，将自动驾驶技术作为特斯拉增长和身份的关键。马斯克表示，如果没有自动驾驶技术，特斯拉一文不值。这也不言而喻地威胁到，如果没有他，特斯拉也将一文不值。下面这条，沃尔玛在3月份发生系统故障，导致1600家门店自检结账台商品价格错误。该故障影响了大量商品，导致部分客户被多收或少收费用。沃尔玛随后修复了该问题，并已为80%以上被多收费用的客户进行了退款。接下来，科尔氏发布意外季亏后大幅下跌，并下调全年预测，因服装和鞋类的消费者需求疲软。最后一条是，百思买一季度同店销售额跌幅超预期，因通胀居高不下导致消费者谨慎消费，抑制了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该公司维持其全年同店销售持平至下降3%的预测。尽管股市在盘前交易中上涨约1%，但百思买已连续10个季度报告同店销售额下降。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